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 Lion 的频道。今天的话，我们来盘点一下2025年我们白嫖或者说使用过哪些类型的服务器，来做一个系统性的汇报，各厂商的一个特点，根据自己需求，你们可以做一个参考。一年这样的过去，也是蛮有意思的，也是多少会有点变化。如果想知道我们今天说到的所有的这个机器的链接，你可以就关注我这样的一个导航站。这个导航站里头呢，包含我常玩的所有的云服务器。导航的拼音首字母科技 LAN Pro， 我们这边分为了国内的和海外的。域名服务商这边站长工具这些你都可以从这一个网站中获取。一开始呢，跟大家分享的是亚马逊云免费的半年的这个$200，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，点这个链接就可以。那亚马逊云呢是全球应该算是最大的云服务厂商了，他家的云服务器呢叫 ECR， 也有光帆这个轻量云的产品线。用这种方式呢，你就去白嫖 ECR 的实力就可以了。华纳云呢也是我最近才接触到的一款算是运营了10年的这个云服务器厂商，香港、日本、美国都还是比较稳定的3网的。当然带宽会有些小伙伴呢可能觉得带宽不够，那你可以选择它的相对大一点的带宽的机器。英云的话是 ISP 主打的，加宽的这种需求啊，你有这种住宅 IP 向的云服务器的需求，你可以去关注这个。韩国的、日本的、美国、越南这些它都有。然后呢，伊沃斯是马来西亚数据中心为主，然后他们主要运营东南亚的，包括印尼啊，然后日本、香港这些他们也都有，而且有对应回国的优化线路。TTI 的话和这个华纳云也是比较类似的，他们都会有这种香港 CNR 的比较完备的自制的厂商，然后呢它会有高防的 IP。徕卡云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我做很多 Docker 开源项目推荐的时候都用的他家机器。他家有香港、日本、韩国、美国等这种海外的机器，然后国内的数据中心也是超级多的，像江浙沪啊、广州啊，还有西南、成都、西安这些。然后他家也是有 CNR GIA 的，也有那种 ISP， 所以做的东西是比较全面的那种。那我就接着继续讲，先从国内的开始。阿里云这边我们之前视频里有介绍那个9.9刀的1年的200兆的海外的机器，然后也是非常爽的。我现在一直在用，我用的是新加坡的，然后有小伙伴可能开了一个东京的，或者说是首尔的，那些它都有啊，你可以去关注一下，毕竟是国内的第一顶流头部的云服务器厂商。我买的是99块钱的日本的那个腾讯云，然后现在也是一直在用，但是海外连通性不是特别好，纯海外电商的也是比较便宜可用的。然后就是华为云，经常会有一些那种考试资格的那种免费白嫖的，我们之前也白嫖过，不过我那个华为云已经快到期了，我打算等有机会再去白嫖。之前是白嫖了500元的那个券，然后用了1年多的云服务器。然后优客德呢也是一家上市公司，国内做的挺大的，就是次头部的那种状态啊。当然它也严格意义上来算是头部，像什么天翼云啊等等，还有国内很多云，他们只能算是次头部。然后还有这个狗云呢，那就属于中型的云服务器品牌。然后呢他家呢种类也是特别多，什么联通优化、移动优化，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。有重庆的，也接阿里的一些精品线路。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比较常用的都是海外的云服务器的话，甲骨文云就是免费永久白嫖，这个是最一劳永逸的。这几年来我的那些号都可以一直在用，有些重要的号也都升级了。亚马逊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，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，免费的，毕竟是大厂。教育邮箱去搞，然后去搞一个1年的，而且还可以免费续。谷歌云的话，我最近一段时间没怎么白嫖了，然后它也就是3个月免费1次，然后你要续杯啊，或者是你要重新开账号再续杯啊，这种就你可以到网上看一些教程啊。我是觉得3个月有点短了。这些像数字海洋、Virtual 还有利诺德，他们基本上属于就是除了那些全球大的互联网公司
除此以外的这些都是美国本土算是不错的这种云服务器厂商了。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RN 一般都是在黑色星期五、圣诞节下半年的时候会有很多福利的机器，然后他家机器基本上都是$10左右就能买1年的那种，用的还是可以的，你练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然后建个站也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就是这个 Cloud Call， 它俩是双雄啊，性价比双雄啊，蓝绿性价比之王啊。还有就是稍微高端一点的这个斑马工他家有比较优质的 CN2 GIA， 当然还是比较贵的。然后它的上游斑马工的上游就是大妈，就是 DMIT 啊，他们一般也都是一个水平线，也都互相作为对标。然后这个微点 PS 的软银线路是不错的，然后像绿云好像也都是在用他家的这个线路。Linden Node 它其实你要说它线路怎么样，它其实线路很一般，但是它的优势是在很多国家的 IP 都有，南非啊、中东地区的那些阿拉伯国家它都有很多这个广播 IP。这个高防系列的 VPS， 像斯巴达啊，就是这一家，你可以去关注一下。它就是说你不用开 Cloudflare 的 CDN， 你都能用裸机去扛几 T 的这个 DDoS。然后就是这个 CCS， 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Cloud Call 还有Rednode 这3家其实都算是性价比最好的3家了。还有就是需要一些资质证明这类的，有一定账户门槛的这个 OVH 护照啊这种，或者是你可以去买成品号啊，也都是可以的。整个欧洲来讲也是比较头部的这个云服务器厂商了。然后这还有这个荷兰之前我们是前年的那个黑星期五然后去玩的，这家其实他家机器性能还是不错的。Netcap 经常会有活动，而且都是用欧元来结算的，而且活动力度都非常大，因为欧洲机器呢这个性能都是非常强劲的，而且巨便宜。这个可以大家蹲一下，虽然网络性能跟国内连接上还是有一些不是特别友好，但是机器牛逼。还有这个 HZ 也是同理，主要看联通对欧洲那边还是比较友好的。俄罗斯这家其实跟战争也有一定关系吧，然后他们反正我感觉线路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，而且也价格也上去了。这个是大盘机，就是硬盘特别大的那个，之前跟大家分享的移动快乐机，就是移动用户还不错的，这个也属于大盘机，然后也有高防啊，还抗速。总体下来大概都是这样的，有那种比较纯净的 IP 的 ISP 的这些服务器，也有那种线路比较快的啊，延迟比较低的那种 CN2 的厂商，还有像大盘机这种硬盘特别大的。就是说我们所推荐的呢都是满足各类人群去使用的机器，所有我们之前使用过的没使用过的都跟大家分享了一下，你们如果想了解具体的可以点击对应的链接去关注。我这1年用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你也可以去到我的探针做一定的参考， k.lion123.eu.org 这个网址我经常会把新机器就挂在这上头，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他们的具体的一个配置，然后你也可以去看他们的3网延迟情况，还能看到对应机器的一个监控状态。那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我们1年争取做一次类似于这样的大盘点的视频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